又是一個還沒有天亮的早晨，6點半，我又出來了。100。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個車評，只是 POV 了。歡迎回到我的 POV 試駕系列了。那在上幾期的視頻呢，我有試駕過一個 Chery 的 Tiggo Cross 1.5 Turbo。那輛車呢，我也做了一個 walk around review 啦，然後也把它開了上山啊，駕了1個禮拜啊，然後還了之後呢，馬上跳入這個 Tiggo Cross HEV。這輛車推出的時候，總共有2個等級啦，1.5 Turbo 還有1.5 NA 的 HEV Hybrid。HEV Hybrid 99,000 ，Turbo 的那個88,000 ，99,000哦。在馬來西亞，你可以買到最便宜的 Hybrid HEV 車款。看了這個影片的你們呢，如果有興趣的話呢，想要下單這輛車或者試駕的話，可以找我或者 Nicole， 它是 Chery 的 SA 嘛。如果你們想看仔細的 walk around review 呢，你們可以看我之前1.5 Turbo 那個影片啊。基本上這個影片呢，會大概跟你們講一下它跟1.5 Turbo 有什麼不一樣。當然，這個 HEV 的配置呢，稍微會比較高一點。然後等一下我們再去試駕聊一下那個心得是怎麼樣。當然很不一樣，你就當 HEV 是一個電動車就好了。走，我們去看一下 Tiggo Cross HEV，Let's go。Chery Tiggo Cross HEV， 上次我拿的汽油版白色，這次拿的黑色的。外觀上面 Turbo 跟 HEV 一模一樣，除了那個輪圈 ，Turbo 是用的18寸的輪圈，那個長得像 Tesla 的 ，HEV 是用這17寸的輪圈，稍微小力一點點。個人覺得那個 Turbo 的版本呢，反而那個輪圈我覺得比較好看。可是 HEV 你懂的哈，為了省油，然後安靜。就用17寸啦，所以這輛車呢，它是有配搭着無鑰匙進入，還有無鑰匙啟動啊。值得一讚就是2個門的手把上面呢都有那個感應器的，所以這個如果你比起 A segment 啊、Ativa 啊，那個是沒有的哈。所以這輛車的鑰匙呢就變回去了，跟普通的 Chery 啊、Jayco 一模一樣的。之前我駕的1.5 Turbo 的版本呢，它長得像那個我們家裡電視機的 controller 一樣啊。可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那個哦，Turbo 的版本比較薄，四四方方，很薄，放在口袋裡面不佔什麼空間。可是如果你摸起來了，那個質感肯定是這一個長得橢圓形的會更加的有質感啊！你只要按那個鎖，長按這個圓圓圈的按鈕，大概幾秒鐘，它會無聲無息的就打着那個電啊，因為這輛車的主力還是那個電動馬達，引擎只是讓它充電用而已。DRL 日行燈已經亮起了，裡面的冷氣就會開啟哈，所以現在是沒有聲音的，因為足夠電的情況下，它是不會打着這個發動機。所以外觀上面我不用多說，一模一樣，跟 Turbo 的。比如說後面的這個燈啊，因為 Tiggo 是瑞虎嘛，它就利用虎紋的設計來作為尾燈的這個點綴。我們來說一下它跟1.5 Turbo 之間的差異哈。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車身重量。Turbo 1468 kg，Hybrid 的1565 kg， 大概重了100公斤左右啦。駕駛模式呢 ，HEV 是沒有 Normal Mode 的，它只有 Eco 和有 Sport。懸掛設置還是一樣的，前麥花臣後扭力梁 ，HEV 就降級了17寸，其餘都是一些升級啦，比如說它的 Airbag 啊就多了1粒啦，總共是有7粒的哈 ，Petrol 只有6粒，它就多了一個 Door Opening Warning， 它就在後門的喇叭上面多了一個小小的 logo， 後面如果有車來的話呢，就會亮起那個橙燈，讓你知道，哎，後面有車來，多了 Rear Cross Traffic Braking， 多了 Lane Change Assist、Emergency Lane Keeping、Lane Departure Prevention、Multi Collision Braking、Traffic Jam Assist、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所以簡單來說，這個 ADAS 系統是 Level 2的，所以你在高速上面用這個 ICC 自動跟車，它會除了有 Stop and Go 之外，它還可以保持在車道中間，而且這套 ADAS 呢比 Petrol 的更加的智能。內飾呢，除了方向盤還有排檔桿不一樣之外啊，駕駛員那邊多了一個可調整的腰部支撐。鑰匙在身邊，我接近這輛車，燈會打開 ，Side Mirror 會打開，它還沒有解鎖的哦。當我在真正靠近它之後啊，這輛車就會解鎖了，就可以把门打開了。OK， 現在你聽到嗎？
engine 已經 start 了，因為它的電已經不夠了。可是它的電呢也不會少於太多，它大概是一半以下一點點，它就會打着引擎。然後如果再多一半的話呢，它就會關掉。我沒有看過電池會滿哦，沒有看過，因為可能它就是不要讓它循環太多次，那這個電池就會耐用了。進到車內呢，只需要踩一下剎車 ，You are ready to go。打開門之後呢，首先在這個 A segment 裡面呢，它是有氣氛燈的哈。我最喜歡就是在 dashboard 這一邊這一塊，隱藏式的非常的好看。它只有前面有了，後面沒有了。而且第二點呢，在晚上的時候呢，這個門鎖的按鈕是有亮燈的，所以在晚上不用去摸來摸去找不到。內飾呢就基本上跟 Turbo 一樣了。後面有一個剎車卡鉗在上面，也是紅色的啊。輪胎的尺寸為215/60R17，用的 Cylon E-Range Performance 的一個輪胎，前後都一樣尺寸的。前面也單活塞的剎車卡鉗。我們去看一下前面的引擎蓋方面，打開。現在又夠電了，所以呢那個引擎沒有發動了啊。在這個 A segment 油壓頂桿是有的，這具引擎是一個1.5公升的自然吸氣的4缸引擎，旁邊有一個電動馬達，所以這個 hybrid 的電池呢只有 1.8 kWh， 如果相比 Tiggo 7的 PHEV 還有 J7 的 PHEV 呢，那個是 18.3。簡單來說呢，這輛車的運作就是電動馬達是主力，引擎是一個配角。當電動馬達需要動力的時候，引擎就會介入一起供發力。如果是電池電量低之後呢，引擎也會介入充電給它，大概就是這樣。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這麼大電板。是來自於 Bosch 啊。當引擎沒有發動的時候呢，它是非常的安靜，你可以聽到一些電子的聲音，然後冷氣也是跑電池的，所以它不會有那個大聲的那個 compressor 聲音出來。這個引擎的最高馬力96 PS， 最高扭力120牛頓米。混合電動馬達的動力之下呢，最高是204 PS， 310個牛頓米左右。0到100為8.9秒，在 Sport Mode 的情況。如果相比 Turbo 的那個呢，0到100 10.3秒啊，所以 HEV 會更加的快。這輛車的極限只有150公里每小時了，這是我嘗試到的。Turbo 反正可以去到180、190，兩者的這個角色不一樣。HEV 拿來城市用，最重要就是它省油。Turbo 呢，那個走長途比較好用。HEV 嘛，後面還是有備胎的，後面還有一個電箱啊，這裡就吐上來了，因為有一個電箱在後面。如果正常你沒有用 Remote Start 的情況下呢，你上到車上，它還是有一個 Start Button 的。它不像PHEV 的版本是不需要的，坐上車踩一下剎車就可以用了，所以這邊有一個 Start Button， 無聲無息的。它都打着了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無線的。主要是這輛車跟 Turbo 不一樣呢，它這裡 Vehicle Setting 呢多了幾個選項啊。第一個就是 New Energy 的方面，你可以選擇你的電能回收 Low、Medium、High。那我個人在這輛車上面，我會發覺到 Low 會比較好駕駛。當你鬆開油門之後呢，它電能回收那個感覺啊，我覺得沒有那麼順暢，會比較沒有這麼舒服。所以我放在 Low 了之後呢，它的這個剎車其實有分段式的哈，你前面輕輕踩呢，控制那個電能回收，你再踩深一點，它才介入那個剎車。看着這一個儀表，它可以讓你知道你的電能回收大概收了多少%。這輛車呢，總共是行駛了4777，所以在前50公里的油耗測試呢，我是在城市裡面加了，我的平均油耗位是 5.5 liter per 100 km， 換算到來 km per liter 呢是大概18、19左右，很省油，真的很省油。HEV 的版本就多了 wireless charging 的 setting 在這邊，基本上的無線充電是躲在下面這邊啊。比較沒有那麼方便哈。主題你可以換 Classic、Streamer、Fashion。這輛車因為是 HEV 嘛，沒有轉速表可以看嘛。如果你是用這種看數據就好，我覺得也是挺好看的。但是我還是喜歡看它上下那種感覺。帶出雙原式儀表，我是更加喜歡看這個動力輸出啊。你踩到完100%，放油50、60，它上下我覺得很好看一下的。當你啟動這個儀表的 ACC 跟車呢，它會有些動畫的。滿油到現在我行駛了427公里，我的油桶大概是叫半缸，還可以行駛388 km。這個就是如果我不上山的情況下，估計等一下上雲頂之後呢，然後再往下按這裡就多了一個 Turbo 沒有的，它就可以很清楚讓你知道是發動機正在供動力充電，或者是純 EV 的行駛。這邊上面還有多了一個 indicator 的，它會讓你知道現在是啟動電動模式。然後這裡就是讓你知道電池有多少。基本上冷氣的控制啊，跟 Turbo 是一模一樣的，很實用。有這個撥桿，直接撥一下啊，這個風速啊，速度也是非常的快，不需要 touchscreen 啊那種。這一系列的按鈕呢，是給這個唱機 home screen， 或者是這個駕駛模式。It has entered sport mode. 哦 ，Sport Mode 的話，現在打着引擎好了。It has entered economy mode. 360 camera 很輕 ，A segment 裡面真的是非常輕。排檔桿的長相是跟 Turbo 一模一樣的，可是它就少了推過去，左邊有那個手動模式嘛，這個就沒有。它的換擋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換到 D、R、
然後 P Turbo 版這邊就有一個電子手剎，還有一個 Auto Hold。這輛車是有的電子手剎，全部都是在這個艙級裡面控制。你這邊滑一下，如果是你沒有繫上安全帶哦，它是不會自動解除的。那你可以用手動解除，這裡按一下 Auto Hold。ESC Off， 陡坡緩降 ，Parking Sensor， Turbo 的版本是在右手邊這邊有的按，方便一點。然後它的頭燈高低的調節啊，來到 HEV 這裡是空掉了的啦，這裡有的放卡這樣子啊。然後還有紙杯架，這裡長得一模一樣就對了，很方便啊，只需要撥到去 D 踩一下油，然後它的那個自動手剎就會自動解除了的。然后呢，就整個起步呢還是一樣，我都說了，主力是電動馬達嘛，所以它就是用電動馬達來起步啊，所以現在沒有引擎的介入的情況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個儀表顯示啊，它現在綠色在走的電的意思，引擎介入的話，這裡就會有紅色，所以你們可以注意看，我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大概也會跟你們講。哇，今天跟 FK8還有 M4 上山嘞，不要開玩笑哎，不要惹他們哦。好，安靜，對吧？你還可以微微聽到，哎，引擎打着了，你還可以微微聽到這個電動馬達的聲音。然後呢，這輛車因為它畢竟還是主力是電動馬達，所以它在行駛慢的當中，它會很安靜。所以它為了避免路人不知道有車來，它就會發出一些嗡嗡嗡叫的聲音。OK， 它是嗡嗡叫。可是如果我是打倒退的話呢，它的声音就很可愛了哇！你们可以听一下。所以這個聲音呢，是之前呢我駕 J7 PHEV 也聽到的，可是我忘記錄下來，所以沒有辦法給你們聽。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可愛，有沒有？好像 ice cream 車這樣子，噔噔。所以這輛車呢，如果是在城市駕駛，我可以講它真的是非常好駕。簡單來說啊，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在城市裡面駕駛省油，達到你上班下班的目的，那這一台 HEV 是你最佳的選擇。但是如果你跑 highway 啊，這輛車真的是沒有 top speed 的，150罷了。而且那個踩完的情況下，它的引擎的聲浪啊，真的比較吵過 Turbo。OK， 但是 Turbo 呢，你就在 highway 會比較好駕咯。高速的時候呢，你可以輕輕鬆鬆的150、160啊，180都沒有問題，所以超車來講都很輕鬆。反正這輛 HEV 呢，就比較有一點吃力啊。OK， 你看它現在完全慢下來的情況下啊。它大概到60 km 把握一下，它知道我前面大概會停紅綠燈 ，OK， 它就會把那個引擎把它關掉，然後用 EV 的模式來做滑行。所以它的電池呢，我不可能會看到它滿電了，一半多一點點這樣子就已經足夠了。我不知道等一下雲頂下山會不會充到滿滿呢？我不懂啦，等一下我下山大概會給你們知道。現在充夠電了哦，它是不會再接受電的回收了，所以我踩剎車的話，它也不會衝回去。它也不會有電能回收，你看，不會，interesting 啊。然後它的剎車呢是特別敏感，它不像1.5德波那個呢，它要踩得比較深啊，真的。然後這輛車呢就是輕輕點一下，它就 energy recovery 電能回收，再踩深一點，它才介入那個真正的剎車卡鉗。對，然後我們 Eco Mode 呢，坦白說是真的很適合市區駕啊，沒有什麼力，慢慢的 ，OK。然後我們如果撥到去 Sport。你看，發動機已經已經開了，然後現在油門特敏感，點一點點，那個動力隨傳隨到，所以我只需要輕輕踩一點，哦，那個力，我在踩，加速快哦，可是它就是吵哦。跟你家 City 的 EHEV 一樣的，一樣潮的，可是它的動力就是不錯。現在 Sport Mode 的情況下，你看，前面你踩完那個時候呢，它就會用它的電動馬達來推力，然後後來介入那個引擎下去，所以它的整個過程是很順的，你是完全不會有 feel。它引擎到底有沒有介入啊 ？feel 不到，所以你看現在我已經是 top speed 了，150最多。OK， 好，放下去 Eco。OK， 所以這輛車呢，平均油耗啊，我大概就是5.6 liter per 100 km，
換算到來大概是18 km per liter。如果你打開這個瞬間以後呢，你就會發現它很特別。這輛車如果是在行駛着這種速度的時候，不管是踩58%油門，還是68%、78%、88%，它的油耗呢都是走了6.8到6.5 liter per 100 km 的，因為它现在还是主力还是用电动马达嘛，引擎还是一样在充它电，大概是6.8、6.7、6.6上下徘徊这样子啦。有时候我在行駛在高速啊，还是怎麼樣啊，爬坡啊，你就很明顯聽到，引擎聲浪特別的大聲，因為它可能電動馬達不夠力了，它就用主力引擎來爬坡，所以那個不用嚇到，那個是正常的。而基本上我們在城市駕駛裡面呢，你不會聽到引擎聲浪，除非你踩完。你看 Eco Mode 啊，我要踩完都可以的，沒有什麼力咯 ，Sport 比較有力哦。Sport 的引擎呢，就應該是在這個速度會一直在開着了的，再 ready 給你哦，你看啦 ，OK， 我現在把它撥到去 Sport， 看一下它的平均油耗，油耗真的是比較高，這個 Sport。It has entered economy mode. Alright， 很明顯。你在駕着車的時候 ，Eco 和 Sport 的感覺很明顯大分別。然後我們可以來試一下啦 ，ICC 跟車啦哈，我把它的這個距離調到來最遠，然後我們就按這個 A 就行了。所以我可以把它設置到96 km/h 以上，我就自己來設置哈，100 km/h 哈。Turbo 版本呢，它是沒有車道偏離輔助系統嘛，所以它就會需要你自己用手來動。可是它的跟車呢，就我覺得一般般，在那個價位，我覺得跟Ativa沒有差，不太順。但是呢，如果來到這一個 HEV 版本，它就給你全套的，而且這個跟車是比較順，真的很順，而且它車道偏離的還沒有像乒乓球這樣把你踢來踢去左右，還是很順的。它跟車也是哈。如果是在Turbo版本呢，有時候在前面在剎車哦，它還在沒有鬆油哦，我覺得有一點不應該。反正在這個 HEV 的話，它跟車跟得比較順暢，而且比較智能啊。大概前面在剎車的時候呢，它就會做出剎車，該做的時候該做，而且還有 Stop and Go function 哦，所以在塞車特別好用。在這個價位已經是很全面了啦，我覺得最便宜的 A segment 的 HEV。好，我們把它關掉，我們自己用腳踩。所以我的駕駛它的方式呢，就有如我之前駕的 Proton X90 一樣，那個 Mild Hybrid。所以當我有辦法讓它去滑行的時候，我就讓它滑行，然後我就踩一點點剎車，它的引擎就不會介入嘛。所以你看現在70 km/h， 我順走的時候，我在滑行哦，它是用 EV mode 的這樣子，能夠滑就滑啊。所以我的油耗是這樣子做出來的。所以現在踩回去油門的時候呢，它就會介入引擎了啦啊。OK， 那我們現在切入到 Sport。哇，這輛車完全變得性格不一樣去哦，很衝哦，一下子好像感覺到開了那個 Turbo 這樣子。我們現在做0到100測試，我可以做一點 launch 你懂嗎 ？launch。有沒有0到100算快哦，這輛車。可是如果比起 City Hatchback， 沒有 ，sorry，City Hybrid 啊，它的會有一種模擬的聲浪出來啊，那個就比較加分。而這輛車就沒有，就像 CVT 這樣，一路上着去就對了。可是呀，Top Speed。磨料，我們來試一下這輛車的音響。雖然他講還沒有講有什麼 Sony 喇叭這些，可是我個人覺得 A7 裡面已經很不錯了。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我覺得這個喇叭很適合聽這首歌。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它的音響真的是很不錯了的，在這個價位真的很棒，一級棒。它的環繞聲很棒，它的高音在這邊，它的 bass 又有。哦，如果你比起之前啊 Proton 的，不管是 X70啊，講什麼 Kenwood 的那些啊，不夠來，真的不夠來。
那個一高一個天一個地耶，不一樣東西耶，還是需要 Sport。Sport 會真的比較好力一點。那如果你硬要讓我拉出這個車的一個缺點呢，我只能說第一個就是沒有 4 speed 咯，第二個就是它的方向盤比較沒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 feedback， 沒有什麼回饋，然後呀，它就是一個很麻木的一個方向盤，該轉就轉，該轉右就轉右，它不會給你太多的回饋嘛。然後第三點就是可能跑高速的時候呢，它的這個避震器啊就沒有那麼舒服，畢竟還是一個 A segment。如果你要舒服跑 highway 啊，我還是建議拿這個 Tiggo 7的 PHEV， 剛剛已經 launch 了，可以找我了，可以找我去試駕。那車的價錢真的很棒，129,800你就可以買到一個 PHEV， 而且動力很強，500多個牛頓米的扭力。踩到完了。明显你看到那個電不夠的情況下，給不到我100%的動力。老鐵們都知道我們下一集影片要幹什麼的，就叫做衝上雲霄。我們想要帶一下這一款的 HEV， 電池只有 1.8 kWh 上山的感覺是怎麼樣？你們覺得動力會怎麼樣呢？留守我的頻道。好了，各位，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呢，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我們下一集的 POV 再見，拜拜。